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讲与吃有关的商业话题，看看百业之首餐饮业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又有哪些变化与机会。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各地的二手回收市场上90%都是餐饮设备，最惨的这3年，有的老板还卖了2次以上的设备，但是餐饮设备回收商却表示收了这么多啊，这会儿全砸手里了，2折卖都没有餐饮老板收啊。等市场回暖，简直就相当于还差0.01提现成功。目前看，开放后未来3个月，餐饮行业很可能还要经历一个至暗时刻，到时候全世界都是旺铺，因为经济复苏需要时间，消费者对堂食又会有新的担心，而且还会赶上春节，春节过后对线下的报复性消费几乎也不太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也看了新加坡的餐饮数据当坡线全面放开后新加坡的餐饮业并没有马上得到完全释放，也是经历了3个月左右的阵痛期。所以很多餐饮店主对自己的定位、品类、价格这些也越来越迷茫了，心态也慌得不行。那我们这期就借助米线、米粉这个品类作为案例来讲讲与吃有关的商业会产生哪些变化。为什么要讲米粉、米线呢？如果我们看过去2年各餐饮品类开店与关店的统计数据，会发现多数品类的店铺总量都在急剧缩减，但也有少数品类店面竟然是逆势增加的，尤其是米线店反而是逆势上涨。这里问一下大家，如果以上各个餐饮品类做一个门店数增长比赛的话，你觉得以上哪些品类会实现正增长出现呢？包含了上海本帮菜、杭帮菜、淮扬菜等的江浙菜类。2021到2022年5月新开店数35000多家，关店数49000多家，负增长14270家。川菜大类负增长1.9万家，其中主要是麻辣烫类下降的最多，负增长1.4万家，请张亮代言也没用茶饮类负增长1.5万家，西餐牛排品类也是负增长5000家，但是酸菜鱼、小龙虾、牛蛙都实现了1到2000家的正增长，实现勉强出现。火锅因为范围广，也实现了正增长4000家，而米线店的数据则是格外亮眼，过去新开店95000多家，净增5460家。这个数据甚至超过了看起来更刚需的包子馒头店，而且其中的港式米线在社交媒体上又极具代表性。上海如今就掀起了去港式米线店排队打卡的风潮鉴于当下雇人排队难度明显增加，应该还是有点特色的。某港式米线品牌也完成了 A 轮融资，这么一个细分类目竟然实现了 A 轮估值10亿元，很多零售企业也推出了各种米线产品。那为什么港式口味米线这波能火起来，而曾经米线中真正的一哥过桥米线反而长期没有受到市场和资本的青睐呢？我认真研究了一下，有一点我一直都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其实过去很多年，很多线下云南菜品牌店把过桥米线的口碑给做坏了很多地方都是考厨师连科1都没过的双料高级厨师，汤能简单用点鸡汤就不错了。云南蒙自建水的过桥米线做法是很复杂的，而且这道菜压根就不是快餐的做法。最关键的就是汤，地道的汤材要先后用2只武定壮鸡加猪筒骨、火腿骨、老鸭来做汤，用比头大的海碗来装刚刚沸腾的汤，最后汤是用厚厚的一层滚热机油封住的，保证汤温能在90度以上。过桥米线在国内有国民度的关键点是99年昆明办了个世界园艺博览会，当时的领导人在吉新园请外宾吃了过桥米线，这就把格局打开，跌上神坛了。所以后来昆明的过桥米线一度卖到过300元一套，过桥费开始越来越高，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就有了推广与流行，甚至有大连海参版本的过桥米线，东北元素都出来了。不过吃海参容易长肚腩。总之过去20年其实有过2-3波推行的周期都没成功，如果简化往往就不好吃了，大家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一般做餐饮以仪式感为重点是很难成功的，尤其是中小型商家。我们开头提到的很多餐饮品类，客单价在300以内的，仪式感比较重的，关店量都不少，谁上干冰谁先倒。另外，如果看整个云南的米线，其实过桥米线是冰山一角。虽然过桥米线是一道崇尚缓慢的菜，但还有很多真正适合快餐场景的米线比如鳝鱼米线、大锅米线、小锅米线、豆花米线、炸酱米线等等等等。所以激怒一个云南人的快捷方式就是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天天吃过桥米线？真要较真在云南就算不重样的吃，1个月也不一定能吃遍，而且是真的很好吃。那边不少人是要早餐一边喝酒一边吃米线吃半上午的，没人也要自个儿提一杯。
所以已经在做米线店的，不妨认真挖掘一下更多的米线种类，把自己正在做的稍稍改良，很可能就在周边社区创造了一个小市场。如果是做的传统盖饭，也可以做一些浇头上的改良。餐饮界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就是创新从来不是天赋，是绝境的思考，也很适用于现在这个时期的各行各业。估计这会儿有的观众又会有问题了，你不是要讲港式餐饮、港式米线的流行吗？为什么光讲云南米线了啊？因为别看现在港式米线非常流行啊，且风格混搭，实际港式的米线95%都是云南米线改良的啊。目前香港最大的米线店品牌谭仔云南米线母公司谭仔国际去年刚刚上市，在香港那么小个地方能开150家。这公司最初是几个兄弟共同做的家族企业，在95年之前他们开过茶餐厅，没有成功。96年在全香港只有少数店家提供米线产品时候，他们开了个专门做米线的店，因为蔡澜当时写了个专栏，表示要是不好吃，我自己吃了它，满意了吧？然后这家店就爆了。我们去看看香港平民连锁餐饮的历史也非常有意思，菜单也经历了做减法、做加法、再做减法3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1960年前后的冰室时期，冰室在当时是模仿高级西餐厅推出的低价版本的西餐厅主要卖冻奶沙冰、咖啡、冰红茶什么的。买一瓶冰红茶，把里面的稀疏奶，然后再往里面打冰红茶。有的店会卖一些面包和三文治，但这其实不太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而且即便是低价版本的冰室，多数工厂做工的人还是消费不起。香港的法律限定持有小食牌照只能买特定的几款西餐小食，而不能卖炒饭、河粉这些食物。前期英式的饮食文化就非常强势，就差徒手吃面了。慢慢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建筑行业工人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集中，在3点3的下午茶时间，越发的需要吃一些填肚子的中餐，所以一些店更多的选择拿大的14牌照，不断的增加菜单品类表示啾啾我不做冰室了。更多店从咖啡、奶茶、蛋挞、油多士、焗饭、通心粉到鸭腿、汤饭、牛腩河粉、猪肝粥，应有尽有。先是主要切下午3点3做工休息的时间段 ，all right， 然后开始全时段经营，不同的时段卖不同的东西，给菜单做加法，名字也逐渐叫茶餐厅。那现在看，或许那个时代的茶餐厅是世界上多元到最极致的一种餐厅，而且价格会比传统的冰室更低。另外，关于全时段经营，我也有了一些思考。其实，如果是在3、4、5线城市，同一家店最好别在同一时刻卖跨度很大的产品，但是或许可以在不同时段卖跨度很大的产品。什么意思呢？比如如果你的招牌是饺子店，正餐时也提供包子，往往会比较奇怪。但是这2年在深圳、北京和杭州也有一些夜包子网红店出来就是加了个夜宵的感觉而已，就很火，也是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夜包子的成功说明一个很老旧的品类，如果配上一个新的时间段，竟可以成为一个新品类。香港餐饮的第3阶段就是传统中餐开始慢慢的强势，再配合多元化的基因，产生一些新的创意口味，而且大家都给菜单做减法。前面说的谭仔兄弟开始创业，算是这个时期开始的代表。香港真的是从大家都不吃这米线到人人都开始吃，不过用了10几年时间。所以如果在大中餐范围内，地域习惯也不是绝对不变的。最近大火的港式肥汁米线，我觉得跟云南的酸菜肉酱番茄米线有点相似之处。酸辣口味的汤，其中的酸要靠番茄和酸菜先一起炒，但也会用到香港的药膳汤底。像泰式柠檬虾米线、猪排米线、虫草花椒米线、溏心蛋米线，这些就显得更港式一点了。近些年，香港餐饮的第3阶段还没有彻底完成，总体趋势是茶餐厅做减法的同时，每家店都会有一些独特的主力类目出来，或是3拼饭，或是好吃的米线米粉。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在后疫情时代的餐饮中小型公司，未来3年最好还是围绕主食单品来卷。为什么呢？我做这期选题也特意跑了一些1、2线城市的老城区社区店观察，没有关店的多是提供主食类大单品的中餐老店，这些老店需求更强一些。那其中小型的粉面店一般都是粉或者面是主要单品，但盈利点往往是靠配菜或者油炸类与卤制类的小食。但随着短期内消费者收入下降，对于6到9元区间的小食可能也不爱选择，或许把小食价格下调一半，单份的量也下调一半会是个好的方法。
花2-3元相当于没花，还是多数人的一个心理，甚至把小食零售化。另外就是尝试给顾客一个更强的感知，就是我们店对一次性用品消毒更充分，这也将会是绝大多数顾客的新用餐需求，甚至有时候会是第一需求。明年的考验更严峻，能守住消费者最日常的餐食需求的品类，才能继续出现实现正增长。当然，能出现的还有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汤达人。是的，汤达人出现了，汤达人出肥汁米线了。新品小锅米线有肥汁米线、酸辣米线2种口味供你选择，写在新包装上的宣传语也比较有意思。汤达人研发人员也认为他们的肥汁米线比日式豚骨更好吃，我自己觉得味道也是不错的。如果还没试过肥汁口味的，真的可以试一试。汤达人作为快速食品是最早在汤头与配料上大力投入做产品品质升级的品牌，能连续12年实现双位数增长，是因为不断的在高品质上做投入，通过高汤实现了绝对的差异化。便携并不意味着将就，方便并不代表着粗糙。接下来祝各位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吃得好，吃得值。